很多人问我，得高血压就注定要吃药一辈子吗？如果一直靠药物来强制的降血压，恐怕一辈子会因为它的副作用而感到痛苦。早上8点钟，阿明拦了一架计程车，一上车，司机大哥，我要到机场，我赶着搭飞机，麻烦你快一点儿。你要搭几点的飞机啊？我赶8点半的飞机。哎呦喂呀，你卖供求啊！我开到机场最快也要半个小时，飞机早就飞走了，你来不及了啦。司机大哥，飞机应该还没飞走，因为我就是这班飞机的机长。胡乃文开讲喽，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很多人问我，得高血压就注定要吃药一辈子吗？如果一直靠药物来强制的降血压，恐怕一辈子会因为它的副作用而感到痛苦。今天我会跟你分享，想治好高血压，你要了解比吃药更重要的观念，要找出真正的原因。我还会告诉你能保住生命的良方哦。今天来讲3种造成血压高的原因。注意哦，现在许多上班族或者是主管们久坐不动，肩膀都这样盯着打电脑下了班又觉得很累回到家又窝在沙发上不想动，或者是低头滑手机，这样都会造成这个肩膀颈子这个地方僵硬，使血液不容易流向头部，于是造成头晕、头痛、头胀、耳鸣，或者是颈部僵硬感非常非常糟糕。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血液不流通，也就是所谓的淤血了，血液受阻了，脑袋就会缺氧，因此呢，必须用更大的力量来把血液输送到全身，血压就会，那当然就要高了，对不对？解决脖子、肩膀僵硬的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在哪个地方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尺泽穴。这个尺泽穴它虽然说是肺经的穴道，但是呢，它可以舒缓肺经的毛病，以及在背部的肺腧穴它可以让这边的血液循环，背上面的这个肺腧穴呢，又能够影响到血液的供应良好。脖子血液循环不良就是这个地方的问题。你把这个尺泽穴呢按压一下，你把每天这样左右手各按一下。它怎么做呢？是这样的，手心向着天花板的时候，在手肘弯弯横纹上，大拇指这条线上就是这一个穴，你就这样轻轻这样各按个3分钟到5分钟，一面按一面把脖子就这样子摇一摇，动一动，自然的血液循环，就脖子的血液循环就变好了，自然的这个颈动脉，它的血液就流通到头脑去了，因此头脑里头的血液供应足够，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我教你一招，用敲的。这样敲的时候呢，因为你在敲，你不是定点，而是怎么？有的时候会敲到上面一点，有的时候敲到下面一点，结果呢，有时候就敲中了那个真正的穴位，因此呢，就有这个效果。所以教给你用敲的方式，你就这样敲一敲，敲一敲，这样敲。那除了这个穴位以外呢，还有2个可以增强你的血液循环的穴位，一个是足三里，一个是三阴交。这个在以前的这个很多节目里头我都有提到过。足三里呢也是这样敲一敲，三阴交呢也是这样敲一敲。比起你这样子直接按呢，说不定你按不准确对不对？这样敲的话，就几乎有机会碰对了，你知道吗？敲多了保养身体，而且还能够延年益寿。不过还要提醒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孕妇的话，三阴交你就别敲了，也别去按了，好吗？生气的时候，你知道吗？交感神经亢奋，周边血管就收缩，这个时候血液就没有办法把氧气直接送到全身各处。这个时候呢，他就有这种血压高的这个状况。我有一个病人她大概年纪50岁左右的一个太太，身体稍微有点胖她跟我讲，她的血压总是在200左右，这么高看了西医怎么降都降不下来，吃了好多的降血压药，降血压药只有6种，那她这6种都试过了，也都没有降下来。结果呢，她就来找我，我给她治疗，治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知道吗？她血压竟然降到了140、150，高兴得不得了，到处跟人家说胡医师把我的血压给治好了。当时我就告诉他说，你不要乱讲你的血压高不是我治的，是你自己治的
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听我的话，我叫你怎样做你就怎样做，然后呢，我开了点药，只不过这个药呢，它的作用就是让你的精神不那么紧张。当你的情绪很高涨的时候呢，那么交感神经亢奋了，交感神经一亢奋，最主要的就是把你的心脏给改变了。心脏呢，要不就是跳动很快，要不就是跳动很强力。这个时候你量起来血压就是很高。可是你想说你的这个脾气不那么容易发怒啊，然后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呀，你只要舒缓你自己情绪的话呢，那就好了。所以我给你开的药就是舒缓情绪的药，然后呢，你自己又配合了，让你自己的情绪降低下来，所以呢，你才会好的。这并不是我把你治好了。我来讲第一招，第一招就是用茶饮让你心情舒缓。你知道吗？喝什么样的茶很好？菊花，就是一个菊花哦。你大概在一个马克杯里面丢个差不多10朵左右的菊花，不管是黄菊花啦、白菊花啦，或者是野菊花那种，只要是菊花哦，丢几颗菊花下去，然后用热水冲泡，等到泡香了就是那个菊花泡开来了，那变成有一点香味了，就可以喝。如果你很想让它变得更好吃一点，你可以加点甘草，或者是加点枸杞，这就好了。再跟你讲一个茶，这个茶呢是要煮一煮才能够煮出味道的，就叫做甘麦大枣汤。那甘麦大枣汤，假如你把它当汤吃也可以，当茶吃也可以。所以所谓当汤呢，就是煮的浓一点；所谓当茶呢，就是煮的稀一点啊。那我今天呢，就让你把它变成茶来喝。甘草大约4钱，小麦1两。这个小麦呢，最好是浮小麦。所谓浮小麦呢，就是它比较轻的。所谓比较轻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浮小麦呢，已经放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了的那种小麦。到药房买的时候，你就叫浮小麦。甘草4钱，小麦1两，大枣大概12颗。所谓大枣呢，就是红枣。你不要用黑枣啊，这个地方用红枣就好了。用水1500cc 放到锅子里头煮，煮成1000cc， 然后呢，当做1天的茶来喝，可以天天喝。你情绪愉快了，就不容易生气。前面讲那个太太呢，我也让她喝了甘麦大枣汤，所以她情绪就变得比较好一点。哦，所以没有喝之前是不是这样说？你再说一次，我就要生气了哦。然后喝了之后就会说，你再这样，我就要生气了哦。血压之所以会升高在我们用中医的观点来看，中医看病呢，它是从外因、天气、风火热湿燥寒等等哪一个原因造成了你的血压高？从情绪上面问你喜怒忧思悲恐惊，你到底犯了哪一项？那然后呢，再来治这个血压。好，我告诉你，我们用中医的方式来分析血压冷了血压会升高。好，我们用西医的讲法呢，很简单，冷了的时候，周边血管就收缩。为什么会收缩呢？是因为交感神经亢奋，交感神经亢奋，周边血管一收缩，那结果血压呢，血液都流到比较中间的地方。那这个时候你量血压，当然是高了嘛，对不对？好，量血压高了，其实它是怎么样？冷了是保护你的身体的热，不要从这个周边排除出去，因此血液都留在中间，因此身体也会比较热火一点。不但如此，血压当然就会增高。那血压增高了，可以使得血液呢，可以送到各个地方。那这样子的话呢，自然的血压就是到了需要已经满足了，血压就自然的就降低了，是不是？好，这个时候冷就是造成血压高的一个原因。那么冷你要怎么办？很简单，你穿一件衣服使身体保暖了，或者拿一个暖包让你的手脚这个周边温暖了，自然的这个血压就不高了嘛，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理。可是呢，我们不是，我们常常都是跑去吃下血压药。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你可能就使得血压降得太过，还容易造成所谓脑血栓中风或者其他的中风。痛了、紧张了、烦恼了，血压也会增高。刚刚不是讲吗？外因是冷，那内因呢？可能紧张，可能烦恼，这些东西都可能造成，还有疼痛，这些都可能。好，疼痛、紧张、烦恼，交感神经也会亢奋，这个时候周边血管也是收缩，这一收缩了，心跳就加快，血压升高，而且真正的原因，疼痛要是减轻了，或者是那个紧张
没有了，或者那个烦恼没有了，我告诉你，自然血压也就降低了。所以你要感谢你的血压会高，就是让你能够立刻的反应那些不好的状况而改善它。我想跟你说一个事情，如果只是利用药物来强制降低血压，会有头晕、头痛、恶心、心跳变慢，或者是心悸等等的副作用。降血压的药剂通常就是那么几种，例如利尿剂了、血管扩张剂了等等。它的目的呢，就是强制让身体的血压降下来。它们的副作用有哪些呢？会造成肾脏负担，还可能让心肌变厚。我告诉你，因为血压太低了，心脏它觉得它没有办法把血液送到各处去，因此的心肌呀，就要用大力量，越做越工作的强，他越工作的勤奋，那个时候心肌就开始变厚，心肌变厚就可能造成永久性的血压高。有高血压的状况呢，还是要经过审慎的检验，不要轻易判定就是高血压病。因此呢，就要吃降血压药，你可别吃了冤枉药，又没把身体治好。正在吃降血压药的朋友，看完这一集，好好思考，或找到你的医生来好好的跟他讨论，如何让你的身体更好的方式。血压高的朋友，除了药物，还可以透过饮食来稳定血压。介绍你3种天然的食物：1芹菜，2坚果，3香蕉。芹菜里头有一种成分叫做芹菜碱，可以保护心血管。坚果能帮助稳定血压，每天吃几颗，例如说1小把呀，好就可以了，也不要吃得过量。香蕉呢，有丰富的钾，能够维持心跳的稳定，防止高血压和中风。香蕉一天最多吃2根，如果你是肾功能不全或肾衰竭的人，这个时候也会血压高，对不对？那这种人不要吃香蕉，还是问一问你的医生再说吧。一个讯息从地球这一端到另一端只需要几秒，而一个观念从头脑之外进入头脑里面，有的时候却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改变。看完这一集，对高血压有更清楚的认识，别只听到高血压就以为非得要吃药，而且还不能停药。其实应该要找到对的方式改善生活。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欢迎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给我们支持哦。